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叶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，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4海8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劫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，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
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：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哦，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，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，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儿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运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春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。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郁猛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。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
我要做道姑。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傅，只是，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，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。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真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真舍不得师傅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真明白，可是多谢道长这几年对元真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真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傅。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，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，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，手中均带着这幅画。听闻这幅画正本是义军离境亲手所绘，其余的全是副本。方才16师弟还来消息，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，说是撞见了司音，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。我寻17师弟寻了7万年都没有线索，怎么叫他给撞见了？这分明又是祸国。巅峰上仙，这画卷上面的人，可真是司音上仙？不错，正是我17师弟。你方才说离境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？对，是离境对我师弟紫兰说的。可又说在何处？东海北岸。东海北岸，果然是东海。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，与墨渊仙体一同失踪了7万年，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。没想到，芊芊，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。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。见到此画卷，一时想到了7万年前的大战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？为何要消失？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。芊芊，若我问你这些，你会如实相告吗？